大家好，2024年11月12号，山鹰出差的第3天，结束柯南朝圣的行程，回到市区。那距离晚上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决定把这个时间留给鸟取地区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鸟取城。其实鸟取城在晚上的时候，我前一天的晚上有去夜跑，晚上有点的跑到山上再跑下来，大概5-6公里，蛮漂亮的。我车站一抵达以后呢，我就往门口走，这边有个公园，是旧铁路。那现在车来了，现在就搭公车过去，距离不远，大概20分钟就可以抵达。那刚刚有看到我上车就拿着领券，因为这边是没有办法刷卡。从下车的地方走过去，大概5分钟就能抵。那时间大概是3点多4点，学生开始陆续下课。11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转红的路树，非常的美。那接下来走到了河边，保存了非常完整的护城河，还有比较下面的城墙。它在晚上的时候呢，会打灯，打不同颜色的灯，让它很有质感的样子。那事实上呢，它很多建筑其实都有重新整修过。鸟取城呢，它是建造，就是围绕这个山在建造。那当初天守阁是在上面，那是一个非常易守难攻的一个城。那为什么它值得一游呢？因为它是在日本里面非常少见的城中城。为什么它会有城中城？它其实有一些部分是当时在建造的旧城，还有比较近代建造的城都有被保留下来。那当然，天守阁造的建筑是没有，主要是城墙的部分。那第二个值得来看的点呢，是它是日本的城里面，它是海选城，那它是这些城里面最特殊的卷石园的一个城郭。等一下可以看到圆形球体的一个城，非常特别。那过了河以后呢，左手边是鸟取县立博物馆。那现在来当然比较晚，所以没有开。那右手边呢是仁丰阁。仁丰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洋风的建筑，不过它还在整修中，预计2030才会开放。那在它的右边呢，有一个馆舍，简单的工地风的馆舍，在介绍这里整个鸟取城还有仁丰阁的一个介绍。它是末代的池田家他们的建造的一个洋式的房子，1907年。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亲王的一个来这边的一个行宫。这里进来是不用钱的哦，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日式庭园保存的非常的好。那现在刚好是一个红叶的季节，红叶、庭园、夕阳，还有鸟取城，整个搭配的景色
那从右边，我之前是走左边上山哦，现在走右边上山。现在上来这边是鸟取西高等学校这个入口上，上去以后会到天球湾这个入口。沿途可以看到它的城墙的状况保存得非常的良好。右手边是我刚刚说的学校，坡度有点陡，没关系，继续往上慢慢走。太阳很大，虽然已经是快5点。这附近整个鸟取并没有太多的高楼，所以它的展望很好。好，这边是天球湾，看到球体形状的建筑。那为什么会盖这样子形状的建筑呢？其实是目前其实不太确定当时的设计的一个逻辑。那它在其他城堡也找不到类似的设计，特别。那刚刚有提到这边的城的状况不错，是因为其实是1943年的鸟取大地震。其实就把城震坏蛮多的，然后它一直到很近代，就是2011年，然后慢慢的修好，才有现在的样子。那现在上来的这个是比较靠右边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平台，展望很好。那往旁边走会看到，包含鸟居这里、八幡宫，然后呢，其实是有上山的路。当然，现在天慢慢黑了，也不适合上山，但是我还是继续的往上走，看看上面可以到多高，还有上面的展望有多好。毕竟它是周围最高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呢，山顶它是有一个这个鸟取城基九松山比较早期的一个很守的一个状况。不过目前看起来是爬不太上去，现在这个时间点是爬不太上去。这个越往上，城的状况就越来越差。现在太阳越来越下来，有很漂亮的一个夕。这个山上的广场，它这边的草皮都有在整理，所以平常没事来这边看看风景，慢慢的散步，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目前呢是在平台的这个靠西，就是往西边的方向一直移动，我准备下去。刚刚看到是一个上山的一个楼梯，现在已经不能走。那这里是比较靠西边下山的。那下到更下面的一层，这里有保留很多以前的一些东西。晚上在那边走，结果前一天晚上在那边跑步，结果差点晕到墙。
这个西坂下狱呢，看起来它比其他的建筑物是相对比较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明治维新后这边唯一幸免被拆除的城门，只是后来台风以后又倒过，又重建。开护城河周边，继续往回走，往火车站的方向走，看到一个，这个应该是餐厅，觉得很酷的建筑，进来看一下。那回来车站以后呢，前一天我来的时候没有逛到，这里是我住的地方旁边联通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我走到这个，昨天也有看到商店街的一个台湾料理，去看看有什么特别。那结束今天